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我在印度乌代普尔旅行的故事。我会从5个方面来分享：天气、自然风光、建筑、文化，还有食物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，欢迎来到 A Cup of Chinese，我是美玲，我帮你学习日常生活里的中文。那1月份我去了乌代普尔。它是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一个城市。说到乌代普尔的天气，它的夏天非常热，但是冬天很舒服。我去的时候是1月份，正好是冬天适合旅行的时候。我很喜欢那里的天气。我记得当我从乌代普尔的机场出来的时候，我感觉外面非常舒服，温度大概是20几度，不冷不热，刚刚好。而且我在乌代普尔旅行的那一周，每天天气都很舒服，阳光灿烂，让我觉得很开心。乌代普尔的自然风光非常美丽。乌代普尔常被称为东方威尼斯，因为这里有很多湖，而其中最有名的湖是皮丘拉湖。这个湖是人工建造的。我特地坐船观赏了皮丘拉湖，当时除了我，还有大概10个其他的游客。我们都坐在船上，每个人都要穿救生衣，这样呢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。在船上，我还看到了湖边很多美丽的建筑，有很多宫殿，还有绿色的植物和山脉。而这个皮丘拉湖也非常的清澈，阳光照射在湖上，非常的美丽。所以我很享受在船上游览皮丘拉湖的经历。乌代普尔这座城市的建筑主要是以白色的大理石建造的。我参观了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，叫城市宫殿。这个宫殿建筑群由11个小的宫殿组成。这个城市宫殿现在也是一个博物馆，来帮大家了解它的历史。我去参观的时候，看到了很多关于历代国王的历史。我了解到，城市宫殿是由土王乌代辛格2世于1553年建造的，后来的继承者们也加入了自己的设计。所以在这个城市宫殿里，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建筑风格，有拉贾斯坦邦、莫卧儿邦、欧洲建筑以及东方建筑的风格，而它把这些不同的风格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。我喜欢这里的一个宫殿，叫花园宫殿，它是这个建筑的最高点。我当时在这个花园宫殿的庭院走了一圈儿，我看到这里的走廊，它的雕刻非常精美，而我最喜欢的是它这里的这种拱形的形状，尤其是这个拱形的窗子，我可以从这里向外看，看到外面的景色，让我感觉到是一个新的视角，仿佛是在看一个艺术画一样。而且这个庭院有很多绿色的植物，让你觉得特别的放松。你看，这里有很多的游客。还有另外一个庭院，我也非常的喜欢，这里有很多彩色的玻璃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看起来各种颜色像是在跳舞一样。我很喜欢这个彩色的世界。而这个地方呢，也是一个很好的观赏乌代普尔这座城市景色的地方。这里有一个阳台，走到阳台上就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色。而这个地方主要是被国王用作音乐和舞蹈表演，
以及私人聚会。但是在城市宫殿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女王的寝宫，尤其是这里的室内装饰风格。我很喜欢这个蓝色，它是一种很浅的蓝色，而且上面有很多精细的雕刻和绘画，我觉得这个风格特别的美。在乌代普尔，我也感受了当地的文化，看当地的民俗表演，有跳舞、唱歌、乐器表演等等。对我来说，印象最深的是提线木偶表演。这些木偶非常的小，他们是用木头制作的。这些木偶身上会穿着当地的传统服饰。而木偶表演呢，就是由当地的木偶师，他们用手来操纵这些木偶，这样木偶就可以动起来，甚至可以跳舞。在看表演的时候，我完全看不到木偶师的手，我只能看到木偶在我眼前不停的跑动跳舞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而木偶表演呢，通常也会配着当地的音乐。这个木偶表演让我想起了在中国我们有皮影戏。那皮影戏呢，也是小小的人偶，但是这些人偶是由兽皮或者纸板做成的。而在中国的皮影戏呢，会把这些人偶放在白色的幕布后面，当地的艺人会用手来操纵这些人偶，让他们动起来。而在白幕背后呢，还会有光打在这些人偶身上。那观众是在白幕的另一面看到了人偶的光影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叫做皮影戏。那皮呢，就代表了兽皮，而影则代表了影子。我小的时候看过皮影戏，但是我现在其实有点记不清了。我希望下一次回中国的时候，我可以再去看一场皮影戏。最后一个，我想说一下当地的食物。我在乌代普尔尝了非常有名的一道菜，这道菜呢叫 Lau Mas， 它是拉贾斯坦邦很有名的一道菜。是一种羊肉的咖喱，的辣，所以里面放了红辣椒，还有各种香料。那它也会放一些酸奶，还有香菜，而且呢，里面还会放很多的蒜。我很喜欢这道菜，我觉得特别的好吃。那在乌代普尔呢，还有很多素食餐厅，有很多很好吃的素菜。那我当时也去了一个餐厅，点了一个塔里，在塔里里呢就有好几个不同的素菜可以尝，我觉得非常的好吃。那当地还有很多其他有名的小吃，那希望下一次有机会我再去尝尝其他的好吃的。那希望这个视频帮你学到了一些中文的表达。你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旅行经历？评论告诉我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